费城半导体指数本周跌去近5个百分点，不少人看着账户又开始心里发紧。距离7月那场创下20年最差单月纪录的回调，过去还不到2个月。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同样的剧情会不会再演一次？这期内容我不想只给你一个多空结论，而是想拆开2层容易被忽略的逻辑。你会看懂7月暴跌真正的触发链条，知道当下和当时到底哪里不一样，最后拿到3个可以自己动手验证的观察信号，不用跟着市场情绪乱了节奏。大家好，我是智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很多人回看7月的下跌，第一反应都是 AI 泡沫终于破了。毕竟当时科技股领跌，所有和 AI 相关的标的都在回撤，新闻里也全是产业降温、需求不及预期的说法。但我翻完当时的机构交易数据和杠杆指标，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那一轮下跌的核心动因从来都不是 AI 需求出了问题，而是拥挤交易叠加杠杆清算引发的连锁踩踏。你可以这么理解，当时几乎所有对冲基金都挤在同一条船上，所有人都重仓 AI 科技股，而且不少仓位是加了杠杆推上去的。方向一旦反转，就会出现所有人同时抢着出门的局面。当时对冲基金在科技股上的进场口升到了过去5年的百分位高位，换句话说，几乎所有机构都站在了买方，剩下能继续进场推高股价的增量资金已经不多了。最先触发的是动量因子的翻转，当趋势交易模型识别到上涨趋势被打破，就会开始自动减仓。这本身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当持仓拥挤到一定程度，小规模的卖出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跟风。接下来就是保证金追缴的链条，很多杠杆仓位是有平仓线的，股价跌到一定位置，券商会强制卖出补保证金，一家强平会砸低股价，又触发下一家的平仓线，最后变成没有利空也会越跌越快。这种被动卖出和主动止盈完全不同，它是不计成本的。只要触发平仓线，不管价格合不合理，都必须立刻卖掉，所以很容易造成短期的超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当时会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爆出什么重大坏消息，股价却能连续大幅下挫。不是基本面突然垮了，是资金结构出了问题，被迫卖出的力量盖过了所有买盘。我观察到一个很典型的细节，7月下跌最快的那几天，很多基本面毫无变化的公司，跌幅反而比有争议的公司更大。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拥挤度最高的标的，也是杠杆资金扎堆的地方，很多散户最容易踩的坑就在这里。一看到股价跌，就下意识去产业里找原因，觉得是需求崩了，技术不行了，故事讲不下去了。但很多时候，跌的原因根本不在公司本身。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下跌是杠杆踩踏导致的，那它和基本面恶化带来的下跌后续演化路径会完全不一样，对应的应对方式也天差地别。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7月那种级别的暴跌会不会简单重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看看当时引爆行情的那些条件现在还在不在。刚好高盛最新发布了一份对冲基金持仓报告，覆盖了991家机构，合计5.4万亿美元的股票敞口。这份数据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1个多月机构到底在做什么。这份报告统计的是对冲基金的净持仓变化，虽然不能代表所有机构，但它反映了市场上最活跃的那部分资金的动向，参考价值非常高。很多人以为机构在集体撤离 AI， 但数据显示的并不是全面抛售，而是非常明确的板块轮动。资金没有离开市场，只是从最拥挤的地方挪去了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加仓最明显的3个方向分别是医疗、金融和能源。这3个板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下的现金流更确定，估值也更低，在利率偏高的环境里，防守属性更强。医疗板块有防御属性，经济下行周期里需求相对稳定；金融板块受益于高利率环境，净息差有支撑；能源则有通胀对冲的作用。这3个方向本质上都是机构在为高利率持续做准备。很多人看到机构卖半导体，就觉得是看空 AI 产业，这个判断其实太粗糙了。你得拆开看，他们卖的是什么，买的又是什么。从 AI 产业链内部看，机构减持最多的是半导体设备和存储环节，这些都是前期涨幅最大、拥挤度最高的部分。而另一边，云计算、数据中心相关的标的反而还在被持续买入。从半导体设备到云计算，其实是从卖铲子的前端往用铲子的后端走。前者弹性大但估值高，后者弹性小但现金流更实。在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资金自然会往后者挪。换句话说，机构不是不相信 AI 了，
而是不相信最前端的高估值标的还能继续维持之前的涨幅。他们把仓位往产业链更下游、更靠近真实现金流的地方挪了。除了产业链内部的切换，更关键的变化在杠杆端。报告里的数据显示，对冲基金的总杠杆和净杠杆都已经从7月的高位明显回落，回到了今年的中等水平。总杠杆回落意味着机构整体的风险敞口在收窄，净杠杆回落说明多头和空头的差值在缩小，单边做多的拥挤度在下降。这两个指标一起降，就是结构风险释放的明确信号。同时，纳斯达克期货的净空头仓位在增加， ETF 期权的对冲仓位也在上升。这说明机构不仅降了杠杆，还主动加了对冲保护，和7月之前全员裸奔看涨的状态完全不同。讲到这里，其实第一个结论已经很清楚了，7月那种由拥挤交易和杠杆连锁强平引发的暴跌，当下直接重演的概率已经下降很多，因为炸药已经被拆掉了一大半，最危险的结构松动已经过去了。我知道很多人看到指数回调就会本能恐慌，但你要分清楚，你怕的到底是结构性踩踏还是正常的估值调整，这两者的杀伤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当然，这绝不代表风险就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我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风险，其实从始至终都不是杠杆，而是另一把悬在高估值科技股头上的刀。很多人在杠杆风险解除之后，就觉得可以放心抄底了。但我要提醒你，如果你只盯着杠杆看，很可能会错过真正主导接下来行情的核心变量。8月18号科技股的那波下跌，其实已经把这个变量摆到了台面上。当天没有任何 AI 需求的利空，也没有机构大规模平仓的消息，但科技股还是出现了非常干脆的下挫。真正引发那天调整的是30年期美债殖利率再次冲高。这件事儿在很多散户眼里只是一条普通新闻，但在机构的定价模型里，它直接决定了高估值成长股的合理价格。很多散户对利率的感知很弱，觉得这是离自己很远的宏观指标，但实际上你手里每一只高成长科技股的定价里都藏着长端利率的影子。这里我用尽量简单的话解释清楚，一家科技公司的价值很大一部分来自未来很多年的利润。要算这些未来的利润现在值多少钱，就得用一个利率去折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10年后赚100块，如果利率是 3%， 现在大概值74块，如果利率升到 5%， 现在就只值61块。利润还是那个利润，只是利率变了，现值就差了快2成。利率越高，未来的钱折到现在就越不值钱。尤其是高成长的科技公司，大部分利润都在很远的将来，所以对长端利率的变化会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利率才是那把真正的刀。杠杆踩踏是一次性的剧烈冲击，过去就过去了。但高利率带来的估值压缩是长期的、持续的，会慢慢磨掉高估值标的的溢价。很多人会问，利率不是一直都高吗？为什么现在才又开始跌？因为市场之前一直压住美联储很快会降息，所以长端利率其实一直包含了降息预期，而最近的鹰派信号正在打破这个预期。之前市场之所以敢压住快速降息，是因为通胀连续几个月回落，但最近的通胀数据又出现了反复，加上就业市场依然偏强，美联储就有了维持高利率的理由。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其实越来越明显，有官员认为通胀还没稳住，需要继续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再加一次，而市场之前定价的是今年内就会开始降息，而且幅度还不小。一旦市场发现降息来得比想象中晚，幅度比想象中小，长端利率就会重新往上走，对应的高估值科技股的定价逻辑就得跟着重算一遍。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不是利率高本身可怕，而是利率在高位停留的时间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久。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提前定价预期，当预期修正的时候，波动就来了。还有一个放大波动的因素，就是 CTA 策略的抛压和流动性真空。CTA 也就是趋势跟踪的量化资金，他们不关心基本面，只看价格趋势，一旦跌破关键位置，就会集体卖出，放大短期波动。而当下的市场承接力本身就不算强，量化资金一砸盘，很容易出现短时间内没有买盘的情况，跌速就会突然加快，看起来像出了大利空一样。但你要分清楚，这种下跌依然不是基本面恶化导致的，企业的订单还在，资本支出还在， AI 产业的推进也还在，变的只是市场愿意给这些未来利润的估值倍数。我更倾向于把现在的调整定义为估值压缩，而不是产业见顶。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估值压缩杀的是估值，只要利率拐头，修复起来会很快。
产业见顶杀的是盈利，那就是更长周期的下行。当然，这不是让你盲目乐观，估值压缩同样会带来很大的账户回撤，尤其是对那些高位进场、没有仓位管理的人来说，体感上和基本面崩盘没什么区别。我提醒大家，不要把估值修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降息上。美联储的政策走向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中间会有很多反复，把仓位压在单一预期上，本身就是很高风险的操作。每次市场出现回调，我都会看到同一种循环。刚开始跌的时候硬扛，跌深了恐慌砍仓，刚砍完就反弹，又忍不住追回去，然后再被套住。这种循环之所以反复上演，本质上不是因为看不懂行情，而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观察框架，总是跟着股价和情绪走。股价涨就觉得一切都好，股价跌就觉得世界末日。很多人嘴上说长期投资，身体却很诚实，每天盯着分时线看，涨一点就想卖，跌一点就想跑，根本没有耐心等真正的信号出现。我见过太多投资者，不是输在大趋势上，而是输在来回折腾上。明明选对了方向，却因为中间的波动反复进出，最后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手续费和情绪成本。我一直觉得投资里最没用的就是即时情绪，市场每天都在波动，每天都有新的新闻，如果你每一个波动都要做出反应，最后只会在反复操作里把本金消耗掉。比起判断明天涨还是跌，更重要的是先想清楚什么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才需要真正调整仓位。什么变化只是噪音，完全可以忽略。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几个观察方向的原因，它们不是用来预测涨跌的，而是用来帮你校准判断的。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你再做决定也不迟。你接下来最先要盯的是30年期美债殖利率的走向，它就像天气预报里的气压计，能提前反映市场对长期利率的预期变化。你不用去背复杂的公式，只要记住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长端利率往上走，高估值成长股就容易承压；长端利率往下走，它们的弹性就会回来。你不用去猜利率会涨到多少，只要看它是不是还在持续创新高，是不是维持在高位震荡。只要长端利率没有明确回落，高估值科技股的估值压力就一直存在。反过来，如果后续通胀数据持续走弱，美联储释放明确的鸽派信号，带动长端利率趋势性回落，那科技股的估值压制就会明显缓解，反弹的力度也会更强。除了利率端，产业端你要重点关注云巨头的资本支出情况。谷歌、微软、Meta 这几家公司的资本开支计划直接决定了 AI 需求的真实景气度。过去几个季度，几大云巨头的资本支出一直在超预期上调，这也是 AI 行情最坚实的基本面支撑。只要这个趋势没断，产业的大逻辑就还成立。很多人担心 AI 需求是炒概念，但资本支出不会骗人。如果企业真的在持续加大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说明产业的真实需求还在往上走。你要重点看的不是他们已经花了多少钱，而是接下来的指引有没有下调。如果资本支出计划没有砍，那就说明产业基本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下跌就更多是估值层面的。最后要落地验证的是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作为 AI 产业链的核心标的，它的财报和指引几乎是全市场最重要的景气度锚点。但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踩的坑，不是业绩达标就一定会涨。因为市场的预期往往比公司官方指引要高得多，很多时候业绩符合指引，但低于市场私下的预期，股价反而会跌。每次英伟达财报前后，期权市场都会提前定价波动幅度，你可以通过隐含波动率大概知道市场预期了多大的涨跌，避免被事后的波动打个措手不及。所以你看财报的时候，不能只看营收和利润有没有达标，还要看毛利率的变化、下一季度的指引以及期权市场隐含的波动预期。这些细节比表面的数字更重要。如果英伟达财报超预期，同时指引继续上调，那就能很大程度上打消市场对 AI 需求的疑虑，给整个科技板块托底。如果只是达标甚至不及预期，那估值压缩的过程可能还会继续。把这几个方向结合起来看，你就不会被单日的涨跌牵着走。利率决定估值的天花板，资本支出决定产业需求的底色，财报决定预期差的方向。我最想让你带走的不是一个涨跌的结论，而是这套拆分问题的方法。以后再遇到科技股回调，你都可以从这3个维度去拆解，而不是只会喊泡沫或者喊黄金坑。讲到这里，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你觉得这一轮科技股的调整更多是利率带来的估值压缩，还是产业基本面已经出现了转向信号？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
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最热的时候多一点冷静，在最恐慌的时候多一点框架，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后续这几个信号出现重要变化，我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拆解。最后还是想和大家说，市场里从来没有100%确定的判断。今天这些分析都只是基于当前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得出的观察角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